重大消息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，再过不久，美国将决定是否援乌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。这款乌克兰心心念念的大杀器，终于算是有苗头了。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。就在5月末，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就俄军对乌境内的空袭升级发表了评论，说这并不令人意外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向乌克兰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。随后拜登谈及未来的援助，称关于 ATACMS 导弹的问题，我们正在考虑中。难道说陆军战术导弹终于要来了吗？其实，在英国率先援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后，美国在是否援乌远程导弹的选择上已经不再是什么大问题了。英国做了领头羊，美国自然也要跟上。而且美国国会也有不少人认为，仅仅援乌防空系统是不够的。乌克兰不仅要能拦截俄军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，还要具备反击能力，即便这个能力不能被用于打击俄本土。另外，这次美国之所以松口，可能还和最近俄军匕首的表现有关。就在此前的5月16号凌晨，乌克兰首都基辅再度遭遇了猛烈空袭，空袭警报持续响起了3个多小时，这是基辅在本月遭遇的第8次空袭了。在这场异常猛烈的袭击中，俄空军共发射了18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。乌克兰防空司令部表示，这些导弹分别来自北、南、东3个方向，包括从米格 31K 战机上发射的6枚匕首高超声速导弹。原本的乌克兰呢，在面对这些武器时只能被动挨打，但随着北约防空系统的投入使用，基辅的末端拦截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地步，导致俄军号称几乎不可能被拦截的匕首导弹，就在垂直降落打击目标的过程中，被爱国者导弹在空中击个正着。从社交媒体上流出的视频，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的这处爱国者 PAC-3 防空导弹阵地遭到了俄军的导弹的猛烈打击。乌克兰军队至少发射了30枚防空导弹，由之后坠落在基辅的导弹照片可以判别出，该导弹为爱国者 PAC-3 拦截弹。最终在乌克兰士兵的努力下，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敌对目标，而自家仅仅是只有一个爱国者系统受损。尽管袭击后呢，俄国防部否认了这一说法，但这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了。经此一事，也让各界再次看清了俄军的实力，几乎不可能被拦截的匕首也只是个纸老虎。另外呢，俄军另一款高超音速导弹锆石至今尚未被投入到俄乌战争中，这是否意味着锆石并未达到实战标准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这2款高超音速导弹完全就不值一提了。没有了他们的威胁，俄罗斯所谓的不可接受的升级或者红线，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用。所以才使得北约各国放宽了对乌援助武器的限制。美国呢，也终于有意向乌援助 ATACMS 战术导弹，而该导弹对于乌军的意义完全不下于 F-16 战机，原因得益于该导弹强大的性能。ATACMS 又名陆军战术导弹系统，该导弹呢是由美国陆军在上世纪80年代下令开发的一款地对地导弹，在1991年一经服役，便直接取代了长矛战术导弹的飞核型号。在整体数据方面，此型导弹弹体全重1670公斤，弹长约4米，弹径约 0.16 米，最远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，能够实施精准打击。而且只有5米的命中精准原概率误差，极限速度能达到3马赫，可以由 M270 和 M142 火箭炮系统发射。根据美军公布的信息，一个9门制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连，单次齐射对目标所造成的毁伤效果，相当于792发榴弹产生的杀伤效果，或者33个155毫米榴弹炮营的一次齐射。而装有增强型火箭发动机的 ATACMS 则能装备6枚智能反坦克子弹药，或者275枚子弹药，射程可以达到490公里。而截止至今，自从该系统服役以来，已经先后发展出了许多改进型号，其中 Block 1是 ATACMS 最初的产品，配置有950枚 M74 反人员子弹药，极限射程可以达165公里。另外就是装设了改良型导弹制导系统的 Block 2，
此系统融合了 GPS 制导系统，再次提高了导弹的精准度。和之前的版本不同的是，此型导弹呢并没有应用 M74 子弹药， Block 2配置了13枚 BAT 子弹药，能让美陆军随时打击远距离移动的装甲部队，这是各国现役近程地地战术导弹都无法做到的。此外呢 ，BAT 子弹药还配置有红外寻地头，能追踪移动的装甲车队。在以往的飞行实验中， BAT 很好地盯住了活动的装甲目标。因此，一旦 ATACMS 战术导弹援助乌克兰，搭配上乌军现有的 M142海马斯，将出现1+1大于2的效果。其实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呢，乌军在得到了 M142海马斯火箭炮之后，俄军便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。比如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战果，便是在赫尔松前线轰击了俄军的一处指挥所，造成了俄军第22集团军参谋长在内的数十名俄军军官死亡。之后的1年里，俄军又有多处指挥所受到了 M142火箭炮的精准打击，先后有数十位俄军重要军官命丧在海马斯的炮口之下。此外呢，除了对俄军指挥部的打击外， M142还对俄军的弹药库进行了精准炮击，在去年仅仅是1周的时间，就摧毁了俄军至少30处弹药库，造成了俄军巨大的物资损失和人员伤亡。这主要是由于 M142的远射程和高精度性能。大家要知道，师旅级的指挥部以及弹药库大都是安置在距离一线部队大约50-60公里的地方，如果距离再远的话，就会造成联络、通讯、运输都不方便的问题。但是呢，这个距离恰好就是在海马斯80公里的有效射程之内，而且这使用的还只是普通弹药，如果将其换成射程高达300公里的 ATACMS， 所取得的战果绝对会更加夸张。对于 ATACMS 的远程打击，俄军甚至无法进行反击。要知道，俄军普通的152毫米榴弹炮射程也就只有20公里左右，就算是使用了最先进的增程炮弹，射程也不过只有40公里。至于俄军的龙卷风火箭炮，目前最先进的改进型号龙卷风 S 极限射程也就只有120公里，还不到 ATACMS 的一半，而且弹药精度是远不如海马斯。因此在炮战方面，一旦 M142和 ATMS 形成配合，那么乌军火箭炮对俄军的榴弹炮、火箭炮就会存在巨大的优势，能将俄军炮兵部队吊起来打。此外呢，再加上北约卫星的技术支援，乌军在信息战和战场态势感知方面掌握了绝对优势，战时能通过无人机、侦察机、卫星以及电子侦察等手段，实时掌握全方位的战场信息。一旦确定了俄军指挥部、弹药库的位置，就立刻能动用海马斯发射 ATACMS， 对俄军目标进行精准打击。不仅给俄军造成极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，还能沉重地打击俄军的士气。此消彼长之下呢，未来乌军将有很大概率取得大反攻的胜利，重现反攻哈尔科夫市的情景。那么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人要说了，俄军防空系统难道拦截不了该导弹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大兵认为俄军防空系统并不能拦截 ATACMS， 或者说拦截的概率很低。其实关于俄军防空系统能不能拦截这一点呢，从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，俄军的 S300、S400 的表现中呢就能看出来。就比如说在去年8月2号，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发生了数次大爆炸，所产生的巨型蘑菇云在20-30公里外都清晰可见。这次爆炸呢，至少造成了12架俄军战机损毁。不久之后，俄罗斯国防部就向外声明，造成此次爆炸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场人员违反消防规定，从而造成临时储存区的航空弹药连环爆炸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部署在周围的 S400 呢？其实由于当时受到的一连串打击，俄军的防空导弹系统早就不够用了。去年俄军甚至需要把部署在叙利亚的 S300 反导系统给运回国内。不仅如此，在去年8月，除了克里米亚的军用基地和机场多次发生爆炸以外，俄境内还有大量爆炸和袭击事件。发生在克里米亚的弹药库、大桥等重要设施上，就连俄军黑海舰队的基地也时常受到无人机的打击。在面对这些袭击发生时，俄军部署的 S300和400防空系统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反而被乌军接连摧毁了数套雷达系统。要知道，这还只是海马斯的普通弹药，而不是性能更强大的 ATACMS 战术导弹。这也引起了众多军迷的唏嘘，因为按照俄军平时的宣传，俄军的防空导弹系统应该是先进的、强大的，特别是被一直推崇的 S-300和 S-400远程防空导弹，应该犹如金钟罩铁布衫一样才对。但是为何在俄乌战争中表现得如此拉胯呢？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在近40年的战争里，俄系防空导弹系统的主要作用就是挨打，基本没有一次例外。这里可能有人要反驳了，比如说在1999年南联盟使用俄系防空导弹击落了 F-117 隐身战机，还有就是波黑民兵也曾击落过美军的 F-16，或者是也门士兵用其击落过美国造的 F-15，但这些呢都是个例。即使俄式防空系统有个别战例击落过敌机，但最后的总体战争结果依然是俄式防空系统落了下风。大兵为什么会这样说？正所谓防空10防9空，攻势空军才是最有效的决定性作战力量，地面防空只能承担辅助作用。近几十年期间的战争也表明出，所有使用俄式防空系统为主要防空力量的，基本上都是被毒打。大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举例，1982年叙利亚在贝卡谷地的惨败，1991年伊拉克的惨败，还有之后的波黑战争、科索沃战争、阿亚战争等等。在这些战争期间呢，俄式防空系统都是早期表现强悍无比，但打到最后还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其实俄式防空系统的用途在早期设计中呢，也只是在一个大的空军防空体系下，在地面辅助作战，期间依然是要依靠战机去夺取制空权，只是毛雄为了出售自家的防空导弹，才把产品性能吹得那么强大。但是很多国家和军迷就真信了。而这次俄乌战争之后呢，各国也算是真正认识到了俄式防空系统的真面目。综上所述， ATACMS 战术导弹未来被俄式防空系统拦截的概率很低。总结来说呢，一旦 ATACMS 导弹援助乌克兰，那么俄军将迎来比此前更大的压力。特别是对于那些位于俄军后方的弹药库、机场来说，该导弹300公里的射程会给予其巨大的生存压力。那么大家认为美国会不会在乌军大反攻之前援助乌克兰 ATACMS 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，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，也欢迎各位指正。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